知道自己有那种跑步粉吗？行，因为他平时就爱跑步。有没有那种拍得很帅的秘诀？秘诀哈，腿长吧。天生丽质，懂了。你收获的评价中，让你最感动的是这个最近的，还能被我舞台圈粉的。因为演一个角色得让大家幸福啊，我觉得这就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每个角色能给大家留下不一样的印象，就对于龚俊来说是演员这个职业上最大的认可。凶手只要做过，就一定会有破绽。登录新浪微博，关注新同事节目官微，观看精彩短视频，参与新同事话题讨论，一起边看边聊。也请登录搜狐视频，搜狐视频 APP 观看更多节目内容。东西太多了，我有个不太成熟的想法。大家好，我是龚俊，在《风过留痕》中饰演刑警叶谦，我第5次来接受搜狐娱乐新同事的挑战啦！哇塞，热烈掌声！哎我天，这是我们开年2026年第1个采访嘉宾。哎我天，开门红，给我整的有点不知所措了，我天！既然是第5次来，那咱们就来做一个晋级的挑战，公司的2025述职报告。述职报告，就是去年的 OKR 没有达成之类的。我自己的。然后咱们来解析一下，看看去年你都做了什么。行，这一年你收获的评价中，让你最感动的是这个最近的，还能被我舞台圈粉的。我后面刚想问你这个问题啊，是吗？我真的非常感动啊！真是辛苦被我舞台圈粉的粉丝了。因为大家都说你实力不详，遇强则强，大场面从来没有失过手。我就怕后面让大家失望呢。在这方面啊，在别的方面我会努力不让大家失望，在这方面很难说。好的，那这一年在工作中你所发出的高频词汇是？那太多了，说 Oh my God， 或者我真服了。这个工作这么的复杂吗？压力好大。哎呀，我天，我不知道，我口头禅随时都在变化。哎我天，哎我天，哎呀我天，哎呀我天，谢谢你啊！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某一天你很晚没睡，打开手机搜索了什么？打开手机搜索了搜狐新同事。这也太让人感动了！看看我这情商！哎呀妈呀，这绝对是工龄很长了，是吧？这一年你被什么热梗或者热歌洗脑，总是不自觉挂在嘴边？哎，你就想让我说那个是吗？我也没有那个意思。就想让我说啥子？我看过沙漠下暴雨，也不一定，或者其他的。热歌洗脑，也就只有自己的歌了，是吧？那你是不是要稍微的给我们小唱一句？哎呦，别唱了，哎。别唱了。好，那这一年连续2部综艺打出圈，《暗河传》也是播出成绩亮眼，收获颇丰的你觉得这一年最重要是收获了什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收获了大家的开心和赞美之词，因为我觉得能把开心的心情、愉悦的心情，或者是角色带给大家的魅力传染给大家，就是我作为艺人或者是作为演员来说最好的事情，也是特别正能量的一种反馈吧。我觉得今年收获的肯定格外的多，对吧？哎，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靠谱吗？因为我身边人几乎全都在看《暗河传》。哎呀，我天，谢谢你啊！26年你最想得到什么？26年最想得到依然是大家的支持吧，因为26年作品真的也挺多的。我觉得无论是作为演员在戏上的作品，也有综艺上的作品。好的，那恭喜你的述职报告通过审批了。叶谦是你饰演的第1个刑警角色，请用3个最字组词形容叶谦和你其他现代角色的不同。叶谦是最具有痕迹鉴定经验的角色，因为他可以从蛛丝马迹中判断出来犯罪嫌疑人，锁定犯罪嫌疑人。然后呢，还有一个最呢，是我觉得叶谦是耐力奔跑之王最能跑的角色，他无时无刻除了在现场找蛛丝马迹以外，还得跟犯罪嫌疑人天天跑酷。还有一个最呢，是叶谦是我所有剧里面技能最多、最会做饭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们周末的时间还得去给大家做饭，给这些老人做饭，所以他做饭应该是很好吃的。所以是我所有角色里面，叶谦奔跑抓人的这个路透非常火，你知道自己有那种跑步粉吗？行，因为他平时就爱跑步这个角色你觉得拍这种跑步的戏有没有那种拍得很帅的秘诀？秘诀哈，腿长吧。天生丽质，懂了。好，那《风过留痕》中有很多案件，哪个案发现场置景让你一走进去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哎呦，有太多了。选一个印象最深的。我觉得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个去还原整个案件的这个从时间节点来去倒推的一个案件。那个案发现场是需要我去扮演犯罪嫌疑人的角色的这个案件，然后他怎么做的，怎么去实施这个暴行的时候，都要去进行还原的，所以对我来说印象深刻。那在综艺中合作了贾冰、王迅老师，这次都在《风国流传》中有重要的角色。两位老师的表演是否给你留下了一些深刻且反差的印象呢？我觉得两位老师都是非常优秀的前辈，而且他俩的这个风格，包括去诠释角色的一种状态，都是我可以学习的，非常松弛的一种状态。可以看到跟荧幕上这个综艺上完全不一样的人，他们都是在诠释自己的角色，1秒就入戏了，能给你感觉啊，他们都非常认真的对待自己的角色，你会马上get 到。可能前几秒我们还在聊私下的生活，怎么着几条啊，或者是怎么着录的综艺啊，老师怎么样，结果下一秒他变了啊，进入角色了就。《暗河传》苏沐雨和刚刚杀青的白衣公卿孟建清，让大家得了一种爱看龚俊哭戏的病，你有什么想回应的吗？拍完白衣公卿是因为我所有的哭戏加起来都没白衣公卿这一部戏多。那这部戏哭戏多吗？风过留痕不太多。风过留痕叶谦是一个非常坚强的角色，虽然他经历过一些创伤，但是呢，他是个刑警，他也有自己脆弱的一面，但是呢，他是一个非常坚毅的角色。也不是说叶昭或者孟建清不是个坚毅的角色，但事情到那儿了，孟建清经历的生死特别多，叶谦呢，他都经历的是别人的生死，经历的一些案件，所以他会看过的经验比较丰富，所以对于角色不同吧。大家现在对你有一个巨抛脸的评价，这个评价对你而言更像是演什么像什么的认可，还是一种角色类型多变的鼓励呢？我觉得这特别好，对于演员来说是一种特别好的肯定。为什么？因为演员得给大家一种幸福的感觉，我觉得让大家有说服力。当你看这个角色的时候，不是千篇一律的你的这个呈现的方式。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一旦进入到一种固有化的这个角色的印象中，对于我作为从事演员这个行业来说是一种困扰，因为演一个角色得让大家幸福。我觉得这就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演员是为角色服务的。你像苏沐雨，她就是一个这么一个的设定，可能有的时候有点不食人间烟火啊，什么样的促使她成为魁的这么的一种性格。那像白衣公卿或者像叶谦，他们经历比较多，然后看见的人比较多，而且白衣公卿是个20岁出头的小朋友，也不是说小朋友了，少年，所以他会在当下遇到这样的节点的时候会产生不一样的反应，是真实的，所以这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每个角色能给大家留下不一样的印象，就对于龚俊来说是演员这个职业上最大的认可。好，大家都说你是内娱亲人萨摩耶，在哪儿坐下都能跟别人嘎嘎一顿聊。就比如说前两天一些盛典，比如说跟汪苏泷啊、李云瑞，就是很多人在一顿聊。你觉得有没有什么俊士社交秘籍可以传给我？其实我是 I 人，我有的时候大的活动其实还好，就是总得打招呼什么的吧，你还是得说几句，就是有的时候得想点话题跟别人聊。比如说那种切入角度。汪老师他来了，他是先表演，他后面才来的，我跟他打招呼，然后呢，我就想我说聊点综艺吧，他说我知道啊，怎么着，你唱歌特别好，其实之前认识我，笑死了。然后就说，你参加那个某台的综艺特别好啊，我也看了你舞台，那总得找点话聊啊，不要尬在那儿了，坐你旁边呢。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你每次去这种大型活动的时候，认识的那些朋友们都会用一种很慈爱的目光看着你。最近有没有感受到来自朋友们的溺爱？慈爱的目光。对，就大家有发现，比如说陈星旭啊，他们就会用一种很慈爱的目光盯着你在说话。陈星旭哈，这小子哈，他还叫我也叫俊俊，我天，王一文也叫我叫俊俊。你看大家都很溺爱，挺好的，在地球我特别开心，因为挺照顾我的。大家都好，你在地球团里面感觉大家都很爱你。行的，但我觉得你没事儿，开心玩就行了呗，何必想那么多？最近有没有感受到来自朋友们的溺爱？指的是什么？就比如说一些突如其来的关心 ，Why？ 或者是收到了一些好的礼物什么的。好的礼物，刘哥最近给了我3张他成都演唱会的票，我家人特别喜欢他。天哪，这种确实是溺爱，我也想要。那地球团争当大哥那个合照是谁带别人？什么？就是争当大哥的那个合照，每个人坐 C 位。哎呦，那谁想的？陈星旭还是王一文？然后他们本来想拍个斗子，刘哥说，我们拍这种风格，什么样风格，像大佬都特别酷、特别飒的。然后呢，我摄影师正好在，我们就叫上去后台了，把妹妹给叫来了，弟弟，然后把奶叔叫上，我们就突然我们现场想，我们每个人都站一下这个中间的位置当大哥，然后每人都发一张自己的，结果拍出来还挺有效果，特别有感觉，特别有电影感。说真的，很快的，我们几分钟就拍完了。跨年晚会国漫少年新的舞台让网友们惊呼：人间清泉音，真让这小子练出来了，成功闯入华语乐
乐坛你有什么回应？哎，不要抱太多期待，在歌唱这一块儿哈，你期待越高，我怕你失望就越大。但是《人间清泉》你真的唱的非常的有那个感觉，很清爽。说这个我的脸和这个声音啊，哎呦，是不是一个路子啊？我看有人说看你一直在握着拳头，说特别紧张，一直握着拳头唱歌。跨年我总不能拉胯吧？这跨年这个别人邀请我去，我总不能给别人丢脸吧？我的新同事挑战顺利通过啦！想要了解更多内容与福利，敬请关注搜狐娱乐新同事，下次再见啦！